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君好，各位朋友好。前大使谢文吉。翟君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翟君好，大家好。好，来看一下现在目前这个中美的关税呀，因为川普现在有一点这个难下台阶哦，总是自己一直在对外放消息。那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他说啊，会与习近平对话，但是是怎么样的对话呢？反正现在大家姑且听听哦，因为他一天一变，所以就大家现在听川普的话，感觉好像今天明天也不太一样。那他讲说呢，希望跟中国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呀，然后还说呢，因为呢，这个是中国大陆那边哦，对方受创，现在有了官场潮哦，讲的不是他的原因哦，是因为他们这个现在受创很严重哦，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能够赶快这个来跟我们谈一谈，真是如此吗？玉渊谈天打脸了他说其实是美方透过很多的渠道主动接触哦，希望来跟中方就关税来进行谈判，那美方才是着急的那一方啊，并不是川普讲的说中方什么很多工厂关门，中方想赶快达成协议啊，不是如此哦。他说，川普现在面临到多重压力哦，经济压力、舆论压力哦，在美国没有实质的举动之前，中方没有必要跟美方谈哦。那但是呢，美国如果希望和中国接触，现阶段对于中国来说也没坏处。那中方需要观察，甚至逼出美方的真实意图，掌握主动权。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中方是老神在啊，在看你这个美国自己像热锅上蚂蚁啊，自己一下要这样谈，一下又说我不想谈，就在那边自己这个翻来覆去，那个摇摆不定哦。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这个局势是如何。那再来，这个路透社也要跟着放消息啊，就说中方其实还有制定一个白名单呢，又列了一些这个可以豁免关税的美国产品。但真是如此嘛？这个现在恐怕美国只能靠这种舆论战自己放消息了。那再来看到了这个川普执政100日接受 ABC 的专访，那这个目前呢？记者问他说，美国民众是否是预期到艰苦的时刻到来？然后他讲说，我不这么认为，美好的时刻在眼前哦。我上台之后，美国包含了汽油啊、生活用品啊，价格都已经下降啦，不会有通膨。他的感受是不是跟这个民间有一些温差哦？看起来恐怕是如此，因为第一季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是意外萎缩了0.3%，这也是3年以来的首见哦。那他说这不是他责任，这是拜登留下来的糟糕数据哦。他说我1月20号才接任的哦，所以大众要有耐心，是不是活在平行时空啊？这个恐怕没有感受到底经济危机有多么的严重。我们来看看这几位超级富豪在川普上任的100日啊，这100天就让他们的身价蒸发了1000亿美元。那这个过去呢，在他就职典礼慷慨捐款的4位富豪，他们的这个人财产呢，从1月20号就职到4月28号收盘，大概合计损失了1940亿美元。损失最严重是谁？他的好朋友啊，马斯克损失了1140亿美元，贝佐斯呢损失了360亿美元，祖克伯呢损失了220亿美元。那黄仁勋的话，他是没有去参与这个就职哦，他也损失了216亿美元。那还有黄仁勋也说到啦。他说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美方应该要暂停对于中方的一些这种 AI 的限制哦。他讲了一番话这是他们在科技业的第一手的观察，这个最等于说最直观的一个感受。他说这个 AI 的人才这个是来自中国的就超过了50%以上啊，也就是说大部分的 AI 人才要么是华裔，要么是中国人那所以中国在 AI 领域较美国其实不落后的，你不要以为这个美国真的领先很多，而且在过去几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美两国在这领域的差距是很小的。那这个川普现在看起来他并没有感受到这些种种的危机都还在死鸭子嘴硬，或者是自我感觉良好。他说呢，现在是最成功的100天，可是明明这个物价是狂飙，我们看到连美国的农产业者都已经说太难熬了这100天。我们来听一下。100 days into the Trump presidency, your business has been impacted how? The biggest problem that we have up till now is uncertainty.
We have talk about tariffs, and then the tariffs are off. We have tariffs that came into play for 3 days. They were canceled. But the constant threat of what if makes it very hard for us to plan. 好，现在就连这个 UPS 也大幅裁员2万人，因为接下来可能这个关税影响之下，很多货品并不会卖到美国这边来啊，那物流就是直接受到影响的这个下游产业。那他们现在就打算要裁掉2万人哦。通用汽车呢，现在也因应这个贸易政策可能会变动，推迟了投资人的电话会议。那现在大家预估这川普上任的100天，接下来的预测会是如何呢？会是越来越衰呀，衰退的衰呀。那这个下周开始呢，洛杉矶港口的货运量就会暴跌35%。接下来这个抵达美国港口的货船也会大减。到了5月中的时候呢，货车呀、火车呀这些需求量也会大减。到了5月底就可以看见，在超市的货架清零，以及这个零售的物流的裁员潮也会在这个月底就反映出来。现在目前加州政府这个反川的力道也加强。加州是美国最大的这个中国产品进口地区，也是美国第2大的对华出口地区哦。当地现在已经明显感受到川普关税的影响，开始进行对于川普的多项诉讼的提案呐。所以现在整体来说，美国的这个经济恐怕5月在他的上任100天之后，5月可能接二连三要反映出衰退潮了。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川普最近这个所有的数字啊，就是经济是讲数据的，对他都极为不利。所以他对自己的怎么样辩护也越来越强。对，不过他的辩护基本上他都没有对现状提出辩护，他都是为他的未来画一个愿景。不过他也说过了，他说现在他会经历一个叫什么转换期的困难，叫 transitional difficulties。那所以他现在因为昨天这个有关美国第1季的这个经济的指标出来了，它是美国经济正式衰退，成长是负 0.3，原来的预估是2.4， 2.4，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他要花很多功夫来解释了。对，而且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未来的几个月是对他最大的考验了。那最大的考验就是说，现在加州的长堤港啊，好几个大的这些物流的地方它现在货品在5月就下降了起码30%到40%。那也就是说，很多人就没有工作了。码头它没有货卸的话，那码头要那么多工人干嘛？所以这些问题就会出来了。而且整个物流，美国的物流非常大，它有很多卡车它有很多这些火车系统。它少掉了3到4成的这样子的货品的话，这些很多人就没有工作了。所以光物流就是一大堆问题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整个的物流还没有断的原因因为3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这些零售商都加紧囤货，所以那个3月的时候，那个数据其实是很好的，大家都囤货，所以这些货我看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人家的预计下周5月初、5月中、5月底会出现的现象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的，也不是凭空臆测的，这个都是从现在的整个的进货量，都会还有这个囤货的，就是说这个它的仓储的情况计算出来的，所以。川普现在嘴很硬，可是5月开始他的日子会很不好过。那整个的这个民众会怨声载道。那现在不是我们在这边提这个问题，我今天早上在看这个 CNN 的这个报告，每个都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要很多人受访，就是说缺货的问题然后因为这个货品。短缺以后，很多人会面临失业。是，像 UPS 它就是物流的重镇嘛，那没有货了，它干嘛要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说已经迫在眉睫了。有人说会到7月，可是看起来5月开始在市场上都会有一些这种缺货，然后缺货以后产生的这些怎么讲呢？通货膨胀的问题。那川普昨天又公布他的这个内阁的这个会议还是一片歌功颂德。它里面的这些尤其他的这个怎么讲呢？他的商业部长，川普就说：“你报告一下你前2天去这个
这个Arizona 去看那个台积电的厂的建设的情况如何？哇，他把它吹得好得不得了，然后说那是1650亿美金，美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这么大的。我在想，我在心里想，那都是台湾人的血汗钱了。对，1650亿就过到美国去了。他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大计划，而且他这个商务部长还讲什么？他说啊，川普的时候他们投资拜登的时候他们投资650亿啊，那么那时候拜登还给他们10%的补助。那我们到了川普的时候呢，我们1毛钱的补助都没有。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怕我们的关税制裁，他是因为我们的关税制裁他才来的啊，而且他还加码。现在他说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工厂，他说工地的话，他说有这个工地整个要1万多人在里面，将来的雇佣数目有多少？我听了我也觉得哇，这工厂本来是应该建在我们台湾的，现在跑到美国去了，你说这是台湾的力量被分散呢？还是怎么样？台湾的力量的扩散，就看你怎么解释了啦。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川普的政府的问题1个月就造成短100天造成美国经济衰退。那么未来的100天它可能到第2季的这个经济指标出来的时候，可能就衰退可能不是0.3哦，可能就是1.3都很难说了。好，来请教杨老师。我补充刚才谢大叔说的，台积电投到美国的1650亿变成美积电，我们的观点以及我接触许多科技业，包含新竹科学园区这个 IC 设计设备的这些企业界的老板，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台湾的技术的外流、资金的外流、人才的外流。那经济部长郭志辉自己都承认了，等这个厂盖好的时候，我们的供应链就外流了。你不要等厂盖好，现在整个供应链就已经，新竹科学园区就要搬过去了。对。但是呢，刚才谢大师所讲的，结果呢，我们搬过去1650亿，结果他给我们回敬32%的对等关税。对。到现在呢，民进党还没有策略，我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谈。现在其实我们每次都在讲这几个大佬，包含马斯特这个贝佐斯黄仁勋，他们损失多少？这个100天呢，损失多少？对不起，你搞错重点，是他们的企业损失多少？那这么大的企业都损失这么大，那其他的企业呢？我们台湾的企业在这100天股市的这种上上下下损失多少？你个人散户损失多少？你企业可能就因此要调整你的这个财策，以及你的供应链、你的成本的结构，甚至你已经规划好的投资，你通通都喊停。它造成了全世界这样子的这种动荡损失，他居然还说我们一切都很好。其实关税痛苦也就是8周之内。大概从4月2号你这个对等关税之后8周，所以美国大概就在5月中旬到5月下旬，你就看到这些整个架上可能只剩下关键的这些物品，因为那个沃尔玛，它已经在上个礼拜它停止进货中国大陆供应商进货将近1个月，在上个礼拜重新恢复，然后说他自己愿意付这个关税，然后呢，但是只有关键的这些产业，所以沃尔玛到了5月中下旬的时候，你就看到它那个上面的架上就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呢，价钱一定变贵，关税一定会把价格转给消费者，这是很正常的。那我觉得中美之间现在在谈判策略上，我觉得各有8个字，美国叫极限施压、屈服逼谈，中国叫做不跪不退、弹性调整。所以美国这种极限施压那只有在那边自己在碰风，然后呢喊话，但是等他这个关税痛苦8个礼拜的周期开始出现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遮掩，他就没有办法再拿这个台积电1650亿来去那边自我炫耀了。是，来请教将军。我认为这个川普他甩锅，大家都甩锅给对方，认为中国大陆快撑不下去了。中国大陆也说美国快撑不下去了。但是我看到最后
是美国的问题比较多，比较会撑不下去的是美国，因为美国现在美元走贬，美元走贬，美元会变成弱势货币，弱势货币，那美国的就物价，它既然走贬了，物价通膨就来了，通膨就来，美元又走贬，那会产生经济萧条，所以它现在经济成长有问题，是这个目前这个状况，所以川普打关税战，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它的经济成长就走缓了。是这个状况，那中国大陆也会受到相对程度的影响，但是必定中国大陆对全世界是开放的，那就弥补了其他的这个它对美国市场的这一方面的短缺，那从其他的市场中又得到一个弥补，所以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来看的话，目前整个的经济的状况会比美国来的乐观一些，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川普他蛮急，但是大家川普他不要抹下脸打电话嘛。是这个样嘛？只能说行诸于语言，行诸于口号，但是并没有实际上的行动。但是我们现在看 AI， 黄仁勋讲到了，这 NVIDIA 还有讲到，他说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它是并没有落后于美国，是这个状况哦。因为黄仁勋他是这一方面的权威，但是我现在来看，这个 AI 的发展可能会复制这个 UAV， 就讲到无人机。那无人机，我们看无人机无人机的状况是美国最先发明，美国最先推广，结果大疆无人机一出来之后，在美国的市占率达到56%，在美国用于侦防犯罪跟消防，还有去急救的占到70%，是这样。那大疆无人机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市占率是达到70%，大疆无人机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达到93%，哇，整个出来了。当初无人机出来的时候，谁是鼻祖？是美国最先出来，后来被中国大陆取代。现在同样一款的无人机，美国的价格是中国大陆同样的无人机4倍。你买一架美国无人机是同样的规格，可以买中国大陆大疆无人机4架。那你看看，就是这个状况啊。那怎么去竞争？是这个。那现在走到 AI， 走到这个机器人。以后机器人，我判断会复制到这无人机，有可能中国大陆在世界机器人、机器狗、机器狼的这种市占率，可能也会复制大疆无人机在世界上的市占率，可能也会超越美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现在很多国家对于美国一讲到就是一肚子怨气啊。那现在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呢，这个好像对于川普的态度也是十分的强硬哦。那他现在目前这个赢得了大选嘛，川普就恭喜卡尼，还说卡尼有跟他通了电话哦。那他说我们达成这个，他说让我们达成协议吧。他说卡尼也很友善哦，很快会来白宫，大概在1周或是更短的时间之内，有可能就是近期就要来访美了。这代表说这个美加关系的回暖吗？但未必是如此哦，因为其实卡尼的态度摆在这边。他说呢，跟川普的谈判必须要按照我们的条件来。他接受 BBC 这个全球的独家专访，他说主权受尊重时会访问华盛顿哦，所以他这个先把他的这个界限画在这边，而且说加拿大会按照自己的条件，而非按照川普的条件来进行贸易谈判。那所以看起来这个加拿大人现在对于美国讲到哦就咬牙切齿，特别是对于川普啊，那就连 ABC 的主持人都特别用这个问题来问川普说，你有感受到你的言论激怒到了加拿大人了吗？我们来听一下。And Canadians, many of them, are really angry, furious about your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ke over Canada, is going to become the 51st state. And it kind of is of a piece. A lot of travel is dow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urism is going to be way up. Wait till you see the numbers. The tourism is way up. Not now. Now Canada, tourism's doing very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从他的话语当中就可以听得出来，他真的可能没有接收到这个最真实的讯息哦。所以你看，连这个 ABC 主持人都说 no， 就并没有这样子让这个旅游业大幅成长的状况。加拿大人现在不去美国了，有36%是取消了行程哦。原本赴美计划的一些人呢，他们就受访时表达，我接下来是不会去美国了，1年之内可能都不会再去美国，甚至有60%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在政策、贸易手段或政治言论呢，都是让他们这个取消的一个主要原因哦。就总而言之，就是对美国很生气啦。那再来这个川普效应啊，也使得加拿大现在感觉好像跟中国大陆呢要重新连接起来了，这反倒是一个反效果，激发出来他们现在疏美亲中的方向啊，更愿意跟中国大陆有这些贸易上面或是旅游上面的一个替代方案，就是我不要去美国，我去中国大陆玩。现在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外国旅客多得不得了哦。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澳洲的执政党拉台大选的选情，现在这个反川普已经变成了像是澳洲啊、加拿大啊这些的主流哦。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卡尼他也是因为这个反川普而逆转赢得了这个联邦大选。那目前呢，在墨西哥这边其实也是这个主要就是反川普的这个势力现在获得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持度所以这好像变成一个全球的现象啊。只要是反川的话，好像在民调上面都相对来得高，就代表说他们是有捍卫他们的这个国家利益，捍卫国家尊严的。那我们来对比一下，现在这个中方呢也拟要解除一些欧洲议员的制裁，讲说欢迎到大陆来走走哦。根据外媒的报道呢，中方打算要解除5名欧洲议员的一些制裁。那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讲说，中欧立法机构的交往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双方相向而行来加强交往，也欢迎欧洲议会的议员多到中国来走走看看。那德国的专家也提到了，他说这个他们的一些专家认为，现在大批为美国市场生产的中国商品因为关税阻挡会涌向世界其他市场。那对于德国、欧洲出口商带来额外的竞争压力，这些担心这个其实是没有根据的那所以他们说不用把它变成另外一种好像中国威胁论，并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那欧洲现在抵制不光是不去美国玩连这个美国的产品也被抵制，比方说像是丹麦这边可口可乐的销量就骤降他们就说用抵制美国货来反映他们对于美国的愤怒那他们自己的品牌的可乐呢，销量攀升了13倍。那欧洲消费者准备好不买美国货了，他说不管你现在是加5%、加10%还是加20%，那个愤怒都已经让他们准备好要抛弃美国货，寻找替代商品。那就连克鲁曼呢，他也是讲他就说川普是一个蹩脚的教父，因为呢一直打出这样子各种的这个关税牌教父呢，他其实有一个名言，要开出让对方无法拒绝的条件。但是呢，克鲁曼呢就形容这个川普呢开出的是让别人无法接受的条件，反讽了一下川普。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对，现在这一次这个卡尼能够在加拿大获胜那完全就是川普帮他的忙。对，因为自由党在这个杜道下台，把这个自由党的这个党魁的职务让给卡尼的时候，那时候自由党的民望在整个的这个他的声望是低于工党，也就是他的这个当时的最大在党差20%的保守党差了20%的支持度那么卡尼上来以后，也就是美国加强对这个加拿大打压的时候，卡尼用这个时候呢，他一段在这个跟加拿大选民表示说他的背景最适合跟美国打一场贸易战，因为他是经济专家。那另外一方面，他对美国就是强硬的怎么回应，那也正好得到加拿大民众的支持。对，所以呢，他在短短的这个几个月里面他就可以把自由党的声势从这个落后拉到最后赢，而且这次赢回来他比上一次的席次还多。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真的说卡尼要感谢的话，就要感谢川普了。没有川普的话，他今天不会
这么快在这个4月多的这个选举里面啊，他就可以怎么讲？他就等于说啊，他本身也获得了一个议员席位，他所领导的自由党也怎么样？也继续怎么样保有了他们的政权？虽然不是这个多数要跟小党合作可是呢，这个对自由党来讲是一个真的是他们原先没有想到的。那我想卡尼一定会很小心跟这个川普接触啦，因为事实上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川普每次见人家以后川普的嘴巴很坏，他会叫人家什么？他会叫人卡尼州长，因为杜鲁道那时候每次跟他见完以后川普就是说杜鲁道州长，然后这对他是极大的羞辱，所以我觉得川普他以为这件事人家不会在乎，会很在乎，因为跟他见面以后会被他羞辱的话，很多人就怎么视为畏途。而且卡尼现在在美国对这个加拿大的各种的这种经济制裁还没有解除之前我想他还是会对美国非常强硬的。而你看出来，不止现在是卡尼对美国强硬，现在世界各国的领袖对美国慢慢都越来越强硬。而且呢，川普一直在这个宣传的说，我的贸易谈判谈得很顺利，马上就要谈几个，请问签了吗？签了吗？一个都没有签他现在连一个都不敢宣布。他只说我列了18个对象这中间包括中国大陆。那么现在最配合的是谁？是什么？是亚洲国家。那是哪几个？就是印度、日本、南韩嘛。刚刚讲到说，美国有没有跟我们谈？我跟你讲，我们搞不好连那个18个都没有列进去了。人家根本不要谈，因为说实话，你已经对美国做出所有美国贸易伙伴最大的让步了。你已经给了美国1650亿，而川普后来讲是2000亿耶，有没有暗盘不知道后来我记得他还讲过一次，台湾出了2500亿，我不晓得他这个怎么算的。不过这个数字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这个政府怎么会毫無作为的，就让我们最重要的产业跑到美国去怎么样？刚刚这个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不但是资金外移、技术外移，将来人才也外移台湾都移光了，我们还有什么呢？所以现在川普连跟我们谈的兴趣都没有，反正到时候给我们个命令，暗示一下，我们什么都给了。所以呢，我觉得川普到目前为止他讹诈全世界国家地区他收获最大的就是台湾。别人都在强烈反抗，而且反抗越来越强，这一点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好，请教杨老师。各位了解加拿大这个总理的选举，就国会的选举不是只有卡尼的自由党在反川普、反对加拿大加入美国，连保守党都是这样的立场。所以全加拿大都在反对。那当然，那个魁北克政团更是要求他要独立。更反川普，现在反川普变成一个全球反川，政治正确，所以马上5月3号澳洲的选举，现在结果已经知道，所有其他地方的选举大概都很清楚，因为你美国川普你太霸道了，你霸道到就是你对这些国家跟你这样子好好做生意，结果你把我们所有的努力给否决掉，然后呢，造成我们现在的困境，还要我们跟你去跪，跟你去磕头，都没有媒体在报道全球南方国家对于美国的态度。他对非洲是什么？马达加斯加47%，东南亚46%、49%，西方媒体根本就跳过。所以现在全球反川，政治正确，反映民怨。这已经政治人物很清楚民怨在哪里，自己这个国家社会就是不喜欢美国了嘛。他还说旅游，各位你到随便 YouTube 还是 TikTok 甚至 X 上面去看一下，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这个周末多少人？空荡荡没有人。因为整个数字1到3月，美国这个数字出来嘛，它的整个旅游人数相较于去年降了3成。对。4月份一定更不得了，所以我们看到赌城没人，这个就是什么意思？这不只是不去你美国消费，根本就是讨厌你俩美国了。
因为你又再选一个川普，那当然不只讨厌美国，讨厌川普也讨厌美国。那现在中国的不跪不退，然后呢，领导全球抗拒霸凌的川普关税，那你就很自然会看到这些经过这个民意洗礼的各国新政府，当然就知道的政治正确，民怨反美反川，那当然他就会寻找新的市场。那谁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稳定，那持续愿意开放，而在科技跟制造又持续的领导，那这个时候当然全世界跟中国的合作，不管是亚洲的供应链的再强化，或者是欧洲，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中国大陆对于欧盟的这些议员，又开始采取比较友善的态度，因为过去他们在就是许多的议题上相当的反中，那现在彼此在互视善意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将来中欧之间的合作一定会有空间，所以呢，全球减美，然后呢，这个减少就是因为减少依赖，减少出货，那必须当然呢就要加强跟其他的区域，尤其是中国的合作，然后呢抵制美国的商品。好，来请教将军。那美国要将加拿大变成它第51州，所以美国吃加拿大的豆腐，加拿大就是不要被美国吃豆腐，这很清楚嘛。所以啊，这个距离越近反而对这方面的议题会越敏感，因为随时可能就会被并掉、被吃掉。而且美国跟加拿大是世界边界最长的8891公里的边界线，也包含了阿拉斯加，所以整个8800多，因为阿拉斯加的边界是2400多公里啊，那加起来总共8800多嘛，所以加拿大在这一方面，这个变成美国第51州这方面的议题是相当敏感的。那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只要是大家就加拿大的政治人物说，那反川普或者是反对被兼并，就变成英雄了，因为大家不愿意被兼并啊。那你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执政党只要说不要被兼并，那就变成英雄了嘛，因为大家谁要被兼并，应该对加拿大来看，要被美国变成美国第51州的毕竟是少数，那你就少数票而已啊。所以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加拿大的这个卡尼这个新任的这个总理上任，我相信就是跟川普是帮他，川普反而变成他最佳的助选员了。他反对的嘛，因为川普要的，他反川普就是了，那反川普票就进来了。那我们现在另外一个来看，中国大陆跟欧洲啊，因为美国的关税不定，所以大家都在找替代市场。因为只要是跟美国在这边做这个贸易上的交流啊，感觉上不定性太高了。那不定性高，也会相对的也感觉到风险太高了。商业贸易这个国际企业的进行，最需要就是稳定。大家彼此为什么要信用？我们为什么要买信用状？大家彼此互信。如果这个不定性高、风险高，那大家就会望而却步，寻找替代市场。那对美国的兴趣短缺了，寻找替代市场了，那这样的话，美国来看呢，它只是说一些账面的损失因为它关税战的关系，但是从长远来看呢，这个其他的国家会对美国失去信心。一旦对美国失去信心，欧洲对美国失去信心，南方市场对美国失去信心，非洲对美国失去信心，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会跟美国保持距离这反而是美国最大的损失这不是经济面，不是贸易面可能扯到的是地缘政治所以川普如果一得一失来看的话，他损失的不光是经济，可能他这些盟友还有地缘政治、地缘战略这一方面都受到影响，会对美国的国力会受到一些某些负面的打击。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今年呢，2025年是14.5的收官年明年2026就是15.5的开启之年，所以我们看到了在微博上面热搜置顶也有这样科学谋划15.5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所以接下来15.5至关重要。我们看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参与了这个座谈会的时候，也提到了15.5指的就是2026到2030嘛。那重点呢就在于这个经济社会
会发展，要适应形势变化，把握战略重点哦，前瞻性的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造成的影响。那也就是现在目前有这样外部的风险挑战，也就是中美这样的一个关税战嘛，所以要多举措的。多方面的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所以中国大陆已经透露出来了，用稳定的方式来应战，来面对到川普的变化、变动性那么强，中国大陆是稳步的来做一个这个回应啊。那再来提到了，就是新质生产力也是接下来15+5的一大重点哦。那习近平有强调，必须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哦，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哦，来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布局，而且是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瞄准世界科技的前沿，加强基础研究哦。所以就是做实事啊，用这个扎实的实力跟基础来应对现在目前美方可能种种的一些这个卡脖子啊、制裁啊、限制啊，来这样子抓紧攻关。那再来，今天开始是这个5·1长假嘛，所以我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哦，这个假期开始已经涌现了人类最大迁徙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大陆本身民众的这些迁徙哦，很多的外国旅客也在这个时间点跑到了这个中国大陆来游玩哦。那根据他们的这个交通运输部统计呢，目前这个预估出来大概是14.2亿人次哦，同比增长了4.5%。那假期免费通行高速公路的日均车辆多达了6200万台啊，包含了 AI 啊、租车 App 的这个数量都是暴增，欧美游客都涌入到了这个北上广深哦。那这个5·1假期其实从4月22号就开始升温哦，今天是直接攻顶，出游的人群比起去年提升了8%。那有很多这个国际旅游这些业务的订单量同比增加超过了50%，像日韩啊、东南亚这些短线出境的旅游超过了60%，欧洲的这些来旅游的人哦也增加了27%哦，这个我太有感了，因为我才从大陆回来，现在订票都非常的困难，机票也非常的贵哦，而且我这2天在外滩这边，真的在万国建筑群的前方，你看到了万国的人哦，就是你总是旁边经过的人，一下子讲韩文，一下讲日文，一下子讲英文，还有欧洲人，甚至东南亚人，就是你感觉好像是个联合国一般，在外滩这边人潮非常非常的多，真的不是夸张，而且这个机票非常难订。那你看到了，这个其实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凌晨就出门，但是发现大家通通都是聪明人，所以高速公路人就是塞了满的这种状况啊。还有些游客去泰山看日出，结果人挤人，凌晨3点钟大家在那边等日出，席地而坐，席地而睡，就是呢想要看到这样子这个5·1假期，看看泰山的这一些景色。那再来还有大家最近关注到的神舟19号回家啦。3名航天员包含了蔡旭哲、宋令东还有王浩泽，全部都安全顺利的出舱，健康状况也非常的良好，所以这个神舟19号的这个航天员他们的太空之旅也算是圆满的落幕。那现在回到了北京啊，要接受一些隔离恢复。那我们看看这个，其实这一位呢，也是中国大陆首位的女性太空员，就是王浩泽她说啊，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们也来听听看她的说法。回家的感觉真好，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在天上飞行的这180多天，既是一场磨砺，也是一场修行。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大陆这个是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啊，所以它对这个整个经济的规划，它是有这个严密的计划，跟这个非常具体的怎么样目标的。那14·5的时候，这个整个计划你就可以看出来，它的落实率是很高的啊。它不管在电动车部分这个电动桩全国要做多少它都有这个所谓的这种量化的指标。所以他们这个监督还有考核也可以做得很到位，所以这个计划不是怎么讲呢？是用来参考用的，它是确实
要他所有各级政府都要去达成的。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他们这个计划就是照这个我们在学管理学来讲，这叫什么？叫目标设定。那他目标设的都很具体，而且这个目标设定的时候啊，有的不是那种这种好抽象的说法，他一定要怎么啊，能够怎么样量化的目标。然后呢，这个目标达成与否呢，是可以衡量的。对，所以我看过他们14.5目标，那我觉得他这个都达到这几个所谓的目标设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科学上的要求了。那中国大陆，我觉得现在这一次习近平已经在开始提15.5，因为14.5今年是收官，那么15.5就是2026到2030。那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是要他的目标是在2035年。就说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总目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5年。那这个5年里面，我看它最主要讲的还是怎么样，就是要加强怎么科技的含量的一种生产力。所以新质生产力，也就是说你这种生产力要有很强的什么科技含量在里面，然后呢，你的竞争力要提升。所以事实上的话，大陆不断在每一次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经济的阶段的计划里面，它都很强调产业要升级。因为过去14.5就是从前5年到今年底结束的这个，它比如它这个所谓的绿能转化、电动汽车这些新的这些产业，你可以看去在过去5年都非常非常的蓬勃发展，而且成绩交的也很大。那么未来的这个新质生产力里面，我想中国大陆可能讲的重点就是全世界都很清楚，就是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也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不管你在这个硬体上面你比如说你的人工智能的晶片，然后另外呢，软体部分就是你的大模型，像这个 DeepSeek 的话。我想这是中国大陆可能未来非常的重点，而现在的基础已经相当好了。如果它再加上整个举国体制的动员之下那我想到2030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整个经济可能会变成独步全球的经济。好，来请教杨老师。我过去10年呢，是我们台湾工商协进会、33会、工商联的这个会务顾问。那我偶尔会有机会跟他们出国一起去访问日本、大陆、香港、东南亚。那当然我都是自费，而且我是无给职。可是我到大陆的时候，我就感受很深刻，因为你到每一个城市去不举例而言，苏州或者是昆山，不管大的城市、小的城市，他会因为这是一个台湾的访问团的工商访问团，所以呢，他会去安排看就是他们的城市规划的这个设计。这都是特别的这个场合，然后呢，告诉你他做的非常的这个细致，有的时候甚至会有模型。刚开始我会觉得哇，这种好像是有点官样文章，但是看了1、2次都发觉到，他非常细节的谈到他们对于比如说高新区、工业发展、城市规划，然后呢绿化的准备等等之类，而且用 KPI 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目前达到的目标。疫情前、疫情后。我发觉到他们所规划出来的内容都做到，大部分都做到，而且很具体的在往前走。这个当然也配合整个13.5、14.5，接下来26年要推的15.5的这整个国家的计划。我马上当时到现在一直都有这种感慨。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的发展，是因为日本的官僚跟这个整个国家的体制，尤其当时的通产省，在制定就是说。整个要提升工业发展国际贸易的政策。我们亚洲4小龙，台湾、韩国也是一样，在80年代到70年到80年代的时候，10大建设记不记得？半导体产业记不记得？新兴豆浆店也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半导体跟科技产业的发展。但是后来，不管是日本还是亚洲4小龙，国家跟政府的引导的力量消失了。然后呢，政商的勾结、民粹政治的泛滥，我们不知道国家发展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了。我们年轻人也不知道，在产业的选择上，在就业的选择上怎么样去做了。但你现在看到中国大陆，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现在美国跟欧洲国家倒过来想要学，但他们的体制是有他们的困境，而且他们事实上已经相当的民粹化，而且相当的受到主要的大企业的牵制影响。你没有办法去看到整体的国家，我们的中产阶级，我们的基层百姓要怎么提升教育、环境、都市、科技。这个你看到在中国大陆一次又一次的领导全球，让我们看得非常感慨。好，来请教将军。这一次中国大陆的这个神舟19号回到这个东风着陆场着陆，它这一次因为在太空中总共停留了6个月，182天。它这一次创的纪录，就是说它是个出舱活动9个小时6分钟，变成最久的，因为大家都不会拖那么久。你要出舱活动啊，要穿那个太空衣出去，而且有时候要系牢啊，或者是也会有太空垃圾打到啊，那都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太空垃圾的速度是非常快。那他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应该来讲是算比较蛮顺利的，尤其是在返回的时候，因为神舟返回的时候啊，因为他要进入大气的时候啊，要进入内太空的时候啊，就已经有跟气体摩擦了。那时候你看我们看到那个太空舱一出来，那个烧的红黑的，那个到达了摄氏1000多度哦，已经因为这个已经非常热了，已经产生电浆效应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盲区，雷达看不到它，因为这个时候返回舱的温度已经到达摄氏1000多度，速度太快了，跟空气摩擦。那这个时候通信中断，就算里面3个太空人有任何状况，没有办法，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因为已经产生电浆效应，高温的电浆效应已经发酵了，所以这个每一个环节都要非常的谨慎。这个时候呢，它这个雷达也看不到，因为高温的电浆效应雷达也看不到，那什么？靠电脑来推估它的轨迹，要进入内太空，进入大气层那么快的速度的状况之下，靠电脑去追踪它的轨迹，因为雷达没有办法去抓到它了，要靠电脑去换算。那这个相当这个在科技的成分来看的话，也是要到达一定的层次。如果没有了，稍微有点偏失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你就不是落在东风着陆场了，飘了好远去了。那个时候，你人怎么过去？车这样怎么过去？怎么样把那个舱带打开，让太空人出来？这点点滴滴，我认为这个都是在太空科技上面啊，每一个节奏都要把握的步步到位，不能有任何闪失。有一点闪失的话，那不得了，那这个一飘好远了。还要掌握天气，如果有一些喷射气流的干扰，或者是有一些这些下洗气流的干扰，都会造成这个返回舱，我就回到这个地球，你看现在开的是这个大型的这个降落伞来减速，都会造成干扰，到时候没有办法掌握它真的落在定点的位置。所以中国大陆大概这一方面的经验的累积，大概到达一定的层次，而且它逐步向这个年轻化。他培养，因为年轻人他可用的时间长，他另外2个除了这个指挥员是43岁之外，